嘿，大家伙早喽！5月7号星期日，休息日了啊，下雨了。昨天傍晚就开始下，一直下到现在了。现在雨不大，小雨吧。今天咱们接着昨天没电之后聊鞋。现在这个电子设备确实是电池的突破，应该是未来改善生活幸福感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点。而且电池衰减太厉害了，基本上这一个东西用个半年1年，衰减到之前的70%、80%很正常。看看什么时候能有突破吧。一下雨，街上人就少了，再加上是他们这边还是在连休中。不过这边还行，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水坑。今天是第3个训练日，稍微跑的少一些，还是慢跑，刻意慢跑。昨天他们跑完挺舒服，有效果，感觉就是用到了平常不用的肌肉。行，那咱一会儿再聊，换个视角。雨越下越大了，这镜头上肯定会有水，大家抱歉啊。你看，还有跑步的，一男一女。今天休息日，本来还说跟家属来这儿，就一会儿前边大阪马拉松赛后的那个空场那儿，这2天是他们这儿的精酿和饺子的一个节。今天最后一天，之前几天一直是工作日，来不了。但是这个下雨就不好弄了，户外的。然后咱们接着说跑鞋，昨天还忘了一双闭麦惊叹2.0，那双鞋也不错。今天咱们就挨个说昨天没说完的。1代的 Alpha Fly 我觉得还不够成熟，因为它是第一次尝试一种新的结构。我觉得除了欧美和非洲的有力量的运动员，这个有力量不一定是体重大啊，可以驾驭得了。比方说，你们看大破节，他可能是少有的亚洲选手穿这个去比赛的。他其实力量很可以的，就跟亚洲选手比。那双鞋像我当时的能力穿上，就是首发那一年我穿上，那个时候我的马拉松成绩大概是2小时50到2小时55。穿上那个鞋感觉我踩不动它，就是下坡或者平路的时候，它确实能给我带来和 Vaporfly 几乎一样的推进感，甚至还强10%左右。但是呢，转弯和上坡的时候我驾驭不了，我觉得它给我带来的负担更大。而且呢，我只穿它跑了2个半马，如果跑全程马拉松，可能到后边它带来的负担会更明显。而且那双鞋因为力量不够，其实你很难去主动控制你的肌肉，很难，就是尤其是小肌肉群。所以我才说跑步这事儿得多跑，而不是说刻意去模仿动作和练什么。就是你穿那种你需要更多力量的鞋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向臀部2侧的肌肉发力更多。我记得我穿它训练完2天，臀部肌肉酸疼，延迟性酸痛，从来没有过。后来我就给卖了。之后闭麦惊叹2.0我还评测过，其实闭麦那个不错的，它唯一的问题就是还是我觉得我还没有达到那个能力。你们看去年北马之前在奥森
那个毛神一起跑了一个20来公里，特快。他今年2破239，还站台了，有个比赛，了不起。那天他穿的那个，就是他那个能力，我觉得可以驾驭。你别看我俩就差几分钟，但是最后这几分钟要比从5个小时到3个小时这2个小时差距还要大。那个鞋就是我穿着跑半马，我觉得可以，而且应该成绩会不错，因为那双鞋很激进，那双鞋不推荐初跑者或者是跑得还不够快的小伙伴穿。那双鞋很激进，就是劲儿大，舒适度呢稍微硬一些。你要跑5公里、10公里的比赛，挺厉害。刚穿上的时候，给我第一感觉就是最早 ASICS 的那个虎走加了碳板的感觉。之后 Vaporfly 的第2代、第3代，还有 Alphafly 的第2代，这个可以放一起说。我第一次穿 Vaporfly 的第2代，其实是它首发就穿了，但是只穿它训练，因为舒适度上是比1代强，而且价格比1代便宜。那时候老有打折，像那种就是不太火的配色，最便宜的时候799。穿这个训练还行，因为像我这个训练量，就是鞋其实很关键。记得 Alphafly 1代和那个 Tempo 刚出的时候，还采访了吉普乔格，他就说他的训练量很大，他希望鞋能帮他减轻一些负担。这个并不是说鞋帮你减轻负担，你的训练效果就打折了，不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在这方面有一些个投资还是有必要的，我认为，如果您想严肃训练。我是为什么不穿2代的 Vaporfly 比赛呢？就是2个原因，一个比1代沉了，那时候我还有1代，所以没必要。之后就是没有1代跟脚，但是现在习惯了就好。你刚一穿上，你会明显感觉不跟脚，而且不跟脚也就容易就是脚踝处进石子儿啊什么的。你看今天下雨，我左脚鞋里已经进了石子儿了。尤其是泥泞的路，你那个泥啊什么的甩到小腿上，然后干了以后掉下来，就肯定100%会进鞋里。哎，看小猫，你好，跑了。这是第一次在大阪城见到猫。之后是 Vaporfly 的第3代，就是波士顿马拉松之后买的，穿了几次在那边跑步。哎，这个我觉得很棒，但是它还是有不跟脚的问题，稍微的好一些，但是鞋面要比1代、2代舒服太多了，真的舒服太多了。夏天大家有条件真的试一试，而且也比2代好像要轻了一些，至少感觉上还是没有1代轻。但是1代的轻是牺牲了好多东西，1代的那个鞋面的感觉不太适合日常训练，那穿多了确实不舒服。所以大家现在如果再买 Vaporfly 系列，就不要买2代了，就买3代。这2代鞋的就是叫什么？鞋的版型是一样的，几乎穿上不需要适应。我第一次穿2代 Vaporfly 参赛就是东京马拉松，跑得还行，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那场也没有太竭尽全力。最后说说2代的 Alphafly， 这双鞋又爱又恨。恨就是大家翻我前面的视频，第一次穿把脚就磨破了，3公里就磨破了。它那个足弓太高了，我觉得如果您不是那种希腊脚，就是汉族这种脚，真的不适应，都不需要是低足弓或者扁平足，就正常足弓，我就正常。要试一试，要适应一下，因为那足弓特别顶，然后你落地的时候，只要有相对运动，它就会磨。
而且足弓这块你平常不磨它，你那个皮是不筋膜的。但是穿了现在有100公里，已经几乎没事了，至少跑半马，只有到最后2、3公里才会有一点点感觉，但是肯定跑不了全马。那双鞋爱是什么呢？就是它比1代强，我能驾驭它了。当然也是我的水平进步了5分钟到10分钟。不过我觉得它没有1代那么的难驾驭，对力量要求那么高了，只是还是沉。好处是呢，它带来的推进力，在我看来很明显，是要比 Vaporfly 系列强，至少在我身上，我感觉要强出20%。就体感啊，折合它的那些损耗，我觉得，如果我能完全驾驭这双鞋的话，它能给我带来5%到10%的比赛和训练的愉悦度，肯定不可能带来5%到10%的成绩啊，1%就很了不起了。我穿上它跑过一次强度，那双鞋我的评价是跑快跑慢完全是2双鞋，大家如果有可以试试，如果没有呢，我觉得那鞋挺贵的。如果现在让我选择，就算完全不考虑价钱，参加比赛，市面上能买到的，如果是 Nike 的系列，就是 Vaporfly 第3代。如果是国产鞋的话，我觉得特步160X 的 Pro 整体的评价都不错，因为我穿过160系列，其他的品牌的竞速鞋我没穿过。像飞影的那个呢，我觉得它适合有点能力的小伙伴训练。如果比赛的话，还是有更激进的选择，它还是保守一些。5月7号星期日清晨6点56，训练结束啊。今天是第3个训练日，下雨，跑的少了一些，15公里，1小时17，还是匀速的慢跑。对我来说，这个配速就是很慢的跑。5分08的平均配速，196的功率，心率139，步频196。这跑完就没什么感觉，然后心率一直在140以下。今天也没有冲，雨下大了，我刚一关机雨就下大了。行吧，今天把跑鞋这事儿近期收个尾，未来再有什么新的想法跟新的鞋再跟大家聊。总结一下就是，每个人都会通过试各种不同的鞋，选出几双自己觉得训练舒服的和比赛舒服的，并且每个阶段其实都不一样，冬天夏天也不一样。其实像现在这双鞋2代的 Vaporfly， 夏天的时候也是不凉快的，但是呢，我还有2双那个定制款的 Vaporfly， 关注频道早的小伙伴应该有印象，就是最早 Nike 的那个织面的，那个更不透气，那个夏天穿更闷热的。但是那个时候那个年代那个材料就已经是很不错的材料了，对吧？所以都在进步。至于其他的鞋呢，我也还都陆续就轮流的在穿。我一双鞋大概穿1300公里，你们看这双鞋已经将近1000公里了，就这双。然后看看鞋底儿，扶一下啊，看鞋底儿。你看这下雨，这边还算是相对干净的，也是有泥的。然后你看，就像小腿上这些树叶啊、沙石啊，就会从这儿掉进去，这个体验特别的不好。期待再下一代吧，或者其他品牌的鞋在做的时候考虑这一点。我也承认说这个降低材料的包裹度和降低材料的厚度能够提升鞋的性能，降低重量，但是看看这个形状上怎么考虑。不过呢，好像目前看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因为这儿如果太紧，就会磨脚后跟，磨这个跟腱呢会磨破，就像 Nike 的 Tempo 那一系列，新穿的小伙伴相信都磨过，对吧？看这个大雨，看。行，那我就回家了。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打好基础，迎接夏训，做好秋天的比赛。
今年秋天是一个马拉松丰收的季节，对很多屏幕前的小伙伴来说，认真选一场比赛，没干，拿个好成绩，是不是？行，明天最后一个训练日还是回评论，有什么想聊的就弹幕和评论吧。感谢大家伙，那咱明儿见。